商务部发言人12号透露，自9月20号起，中欧双方进行了8轮磋商，双方在一些领域取得重要进展，但针对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磋商还存在重大分歧。到目前为止，磋商仍未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除电动汽车外，欧盟又有新动作，宣布对原产于中国的硬木胶合板展开反倾销调查。中国商务部12号表示，欧方始终未积极回应涉及中欧业界核心关切的问题，双方还存在重大分歧。到目前为止，磋商仍未达成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商务部进一步强调，中方通过对话磋商寻求解决方案的态度和诚意没有改变，已正式邀请欧方尽快派技术团队来华，继续下一阶段面对面的磋商，并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欧方于10月4号通过了欧盟委员会提交的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仲裁草案。不过，欧盟要到本月30号才会公布最终调查结果及实施条例，因此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中国与欧盟就价格承诺的谈判仍在密集展开。欧盟有这个动机去维持这一个谈判，他也希望呢，能有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能够为中方所接受。所以我想谈判呢，应该还会，目前来看还会持续还没有到最后的关头。分析认为，此次谈判的过程必将是艰苦的和长期的，中方不预设谈判结果，但在涉及国家和企业利益等重大问题上，中方不会让步。就在2天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老挝万象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会见了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此后，米歇尔在接受采访时称，大门还没有关上，但局势非常复杂，充满挑战。他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达成协议，但警告说，达成协议的过程将非常艰难，还试图甩锅中方，要求中国调整行为，以解决相关贸易争端。有报道称，欧委会正在绕开中方行业协会，就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单独与部分企业进行价格承诺谈判。中国商务部明确表示，此举将动摇谈判的基础和互信，会给双方磋商带来干扰，不利于推进磋商整体进程。这是可能会影响到欧委会和商务部官方层面的这一个谈判，因为欧盟的这一个做法呢，我想他的考虑一个是摸清中方的一些谈判上的一些考虑旁敲侧击，另外呢，欧盟也想分而治之，拉拢一部分中国企业让这些企业呢能够去欧洲投资市场。值得一提的是，此前1个月有消息称，欧委会驳回了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最低售价提议。知情人士透露，中方曾提议欧洲进口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售价不低于3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3.2万元，以避免欧盟征收反补贴关税。但这一提议遭到拒绝，因为欧方的预期价格是3.5至4万欧元。中国新能源车在全球热销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价格优势。去年上半年，中国纯电动汽车的平均零售价约为3.2万欧元，约合24.8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售价低于1万欧元的比亚迪海鸥等车型。而小型电动汽车比亚迪海鸥计划明年在欧洲上市，预计定价将略低于2万欧元。因此，这些车型如果想要进入欧洲，就只能主动提价。但显然，中欧当前的谈判就卡在了最低价格上。当前，中欧针对电动汽车的贸易摩擦会否发展成更广泛的贸易战，引发各界担忧。在欧委会做出仲裁投票后，中国立即宣布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白兰地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相关措施已于11号生效。此事在欧盟引发强烈反响，干邑白兰地品牌轩尼诗、人头马君度等白兰地公司股票随即应声下跌。法国干邑白兰地生产商直呼这是灾难性的，并要求法国政府采取行动，以免为时过晚。但法国贸易部副部长普里马斯却恶人先告状，声称法方对于中方决定感到非常失望，并透露将在11月举行的巴西 G20 峰会期间就此问题向中方代表提出关切。法国干邑白兰地产业汇集了4400个农场、120个专业酿酒厂、270个贸易商，创造了1.5万个直接就业岗位和7万个间接就业岗位。而中国是法国干邑行业的第2大出口市场，仅次于美国。2023年对华出口了6150万瓶干邑白兰地。由于欧盟出口到中国的白兰地中99%都产自法国，这一消息在法国白兰地行业引发担忧。
The worry is that in the long term, the purchasing volumes will decrease, whereas those volumes were quite high, and as a consequence, the vineyards could become less and less profitable, since we will, in the end, produce less and less brandy. 此外，法国的一众奢侈品牌也担心成为中方反制目标，如 LVMH 集团、开云集团、爱马仕等的股价近日也出现大幅下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张健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双输的，不仅不利于中国企业发展，也将给欧洲企业带来巨大伤害。就需要中欧双方通过持续谈判找到折中的解决方案。中欧关系在过去为双方创造了巨大的价值，未来也依然需要彼此。但值得警惕的是，除了电动车，欧盟又有新动作，对原产于中国的硬木胶合板展开反倾销调查，原因是定价不公平，且使用了欧盟禁止的俄罗斯木材等，威胁许多欧洲企业的生存和就业岗位。按照官方公报，相关调查可能需要近1年的时间。本案出材预计将于7个月内做出，届时可能采取临时关税措施。有分析认为，这为欧盟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开辟了新战线。张健对深圳卫视分析，欧盟当前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不断上升，因而出现这样一个新的案例并不奇怪。但根本上，贸易保护主义解决不了欧盟当前经济上面临的问题，只会给欧盟企业带来更多的困难和不确定性。所以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逝，欧盟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对欧盟自身的伤害。我想到那个时候，欧盟才可能会有一个策略上的调整。中国商务部说，中欧电动车关税谈判双方还存在重大分歧，但也再次向欧盟方面发出来华商谈的邀请。那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呢？主持人好，根据中国商务部的说法，在过去20多天中，中欧技术团队已经进行了8轮密集磋商，中方呢提出了务实的解决方案，展现了最大的诚意和灵活性。但是欧盟呢似乎没有接受，仍然呢要对中国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中方提出的务实性方案包括由电动车行业提出整体性的最低出口价格承诺，比如出口车辆价格不低于3万欧元，从而呢换取欧盟不增加关税，保证欧洲车企和消费者的利益。但是欧方在与中国进行谈判的同时，由于部分企业单独进行价格谈判，大概呢就是同特斯拉等企业谈判，将加征较低的附加关税，而对中国车企加征较高的关税。这样谈判呢就进行不下去了。虽然中方邀请欧方继续磋商，但是从中方所说的双方存在重大分歧看，从中方开始对原产法国的干邑白兰地实施临时性反倾销政策看，中欧贸易战的爆发呢似乎是难以避免。在最后10多天的时间内，如果欧盟仍然不妥协，那么中欧贸易战呢就不得不开打了。中方呢也已经准备好了反制措施，已经针对欧盟多项产品启动了调查，包括乳制品、猪肉产品、化工产品和白兰地。那您觉得欧盟为何如此强硬？有外媒表示呢，中欧贸易战已经不可避免，您对此又怎么看呢？欧盟呢之所以非要对中国产的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主要呢是想解决中欧贸易不平衡问题。说中方呀不公平地补贴了电动汽车，这呢只是一种借口。欧盟对华贸易逆差2022年达到了顶峰，3960亿欧元，2023年呢又降到了2920亿欧元。欧盟呢仍然认为这个贸易不平衡现象严重，令人极为担忧，便学习美国的做法，把关税武器化、政治化，要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呢加征高额关税。特别呢是再次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的芬德莱恩，对美国政策是亦步亦趋，用冷战思维来解决贸易争端，用地缘政治替代贸易规则。不仅呢发起了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而且呢要对技术流出实施更严格的控制的计划，限制欧洲企业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有人计算过，5台阿斯麦的机子外光刻机就相当于2022年欧盟对华葡萄酒出口总额。可是呢，欧盟坚持不让阿斯麦向中国出口高端光刻机。实际上呢，在中国的欧洲企业超过1/3的出口返销欧洲。表面上看呢，是中国允许贸易顺差，但实际上呢，相当一部分利润是欧方享有的。很多欧企近几年呢，也逐步的增加了在华生产的规模和强度，更强调这个在当地生产以服务中国市场需求。这呢，也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欧洲部分商品的对华出口。
政客们呢是喜欢玩政治，中欧贸易战打起来，他们呢就有更多的话可说，有更多的场合可以出风头，自己呢就显得重要了。如果中欧在最后时刻达不成妥协，那么贸易战啊一旦爆发，大概率是会进一步的扩大。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呀，欧盟正在对华开辟贸易战新战线。布鲁塞尔已经对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这个风力涡轮机、味精、多系板等产品展开了10多项调查，对原产于中国的硬木胶合板展开反倾销调查呢，则是最新的动作。当然呢，欧盟也担心中国呢会把欧洲的奢侈品作为反制目标。